咁玩錶嘅其中一個樂趣呢，就係永遠都有一啲新嘅嘢你可以接觸到，好似永遠都學唔晒咁。就好似今日要介紹嘅呢一隻呢，係同一個錶友 group 嘅一個 group 主交流而識得嘅。咁講呢隻錶之前呢，或者可能用幾分鐘介紹一下呢一個 group，咁絕對係一個緣分啦。首先之前有一個錶友都介紹咗有一個叫做亞洲機械錶協會嘅，咁簡稱就叫做 AMWG 啦 ，Asian Mechanical Watch Group 嘅一個短寫。咁話說其實係一個澳門嘅協會嚟嘅，咁之後喺一個 Tag Heuer 嘅一個比較小型嘅一個 event 入邊呢，咁啊有幸識得到呢一個協會嘅會長阿 Vincent 師兄嘅。咁啱啱上個禮拜呢，我都同阿 Vincent 正式咁認識咗，交流咗一下玩錶嘅一啲心得啦。咁原來呢個亞洲機械錶協會呢，其實已經成立咗4-5年左右噶啦。咁主要係一個 Facebook fans page 嘅一個為主啦，作為一個交流嘅。咁個錶友我見都幾活躍嘅，枕住都會 post 一啲嘢出嚟嘅。咁另外呢一個亦都有一個 YouTube 嘅一個 channel 啦，咁我都放咗啲 link 喺個 description 嗰度，咁啊不妨都 follow 一下佢哋。咁啊所以澳門呢就係咁神奇噶啦，咁啊地方唔係好大啦，好容易就可以識到唔同嘅人噶啦，因為大家嘅車程呢，其實都唔使10分鐘就可以見到大家噶啦，咁非常之方便嘅。咁而呢個 group 呢，同其他 group 有咩唔同嘅地方呢？就係我覺得咧好付諸實行嘅，會同好多唔同牌子做合作啦，推出一啲亞洲機械錶協會嘅一個專屬版本啦。咁我玩味都十足嘅。咁而當中嘅呢一隻呢，就亦都係印上咗 AMWG 嘅一隻 Matthew Tissot。咁大家有所不知呢，原來呢個 Matthew Tissot 呢個牌子呢，已經超過136年噶啦，喺瑞士成立嘅一個牌子啦。而呢一隻呢，算係一隻好有故事嘅飛行員手錶啦。咁喺呢度呢，我就問一問你3個問題。如果3題你都答中嘅話呢，咁幾肯定你一個飛行員錶嘅一個狂熱分子啦，即係 Pilot Watchers 啦。咁啊 AMWG 嘅錶友啊唔計在內啦，因為你哋 AMWG 嘅錶友應該都會識得晒呢3個問題嘅。咁啊第一個問題呢，就係從呢一隻錶嗰個設計呢，大家可唔可以推斷到係邊一個年代嘅一啲 Pilot 嘅手錶呢？咁啊睇下大家容唔容易估到啦。咁其實就唔難推斷嘅，通常都係呢同戰爭有關噶啦。咁啊唔係一戰呢，就係二戰嘅。咁其實個答案就係呢一隻錶係喺二戰之後嘅時期推出嘅一啲款式嚟嘅。咁大約係1950年代左右啦。咁而呢一隻呢，都算係幾原裝復刻噶啦，包括咗一個密封同埋造型好簡陋嘅底蓋啦，亦都特登用上一個橙黃色嘅字啦。咁成隻錶呢，都感受到嗰份軍事嘅味道嘅，以及幾十年前嘅一個設計嘅美學。至於第二個問題就係你又講唔講得出呢一個 Pilot Watch 係一個咩嘅型號呢？咁呢度講嘅型號就係 In General 呢一個係一個咩嘅款式啫。咁飛行錶呢，可能就大家會以德軍嘅 Pilot Type A Type B 呢，就可能會比較出名一啲。咁原來當時嘅法國空軍呢，亦都示意咗錶廠去生產一啲名為 Type 20嘅一個手錶嘅。咁啊，主要就參照翻當時一啲飛行員嘅手錶啦。咁例如當時其實寶璣有出到啦，以及 Longines 嘅 Big Eye 呢，其實都有出到嘅。咁係咪見到一啲比較明顯嘅一啲特徵呢？例如個時間、個字款以及3點鐘位置嗰個 Big Eye。咁當中個軍方亦都有一啲要求啦，包括好似呢一隻咁，大約38mm 嘅錶徑。咁而另外呢，一般嗰個軍錶個錶面呢，都唔會有牌子名嘅。咁所以呢一隻嘅復刻款呢，亦都係冇一個 logo 噶啦。另一個比較苛刻嚴格嘅要求就係呢，嗰個腕錶呢，需要搭載一個 flyback
chronograph 嘅喎。咁啊為咗方便啲 pilot 咧可以更快去操作計時呢一個功能。咁 flyback 嘅意思咧就係喺計時嗰個過程入邊呢，當你撳一撳4點鐘嗰個掣嘅時候呢，嗰個計時針呢會即刻去翻歸零嘅位置，然後同時重新去開始翻一個計時嘅。咁呢個就叫做一個 flyback 嘅功能啦。咁當然我手頭上嘅呢一隻就唔係一個 flyback 啦，而係一個 Mecha Quartz 嘅一個機芯嚟嘅，即係機械加電子嘅一個機芯嚟嘅。咁雖然唔係一個 flyback，咁但係有趣嘅地方就係咧，呢一個機芯呢都做咗一個撳一個掣呢即刻歸零嘅一個功能嘅，咁都算係輕輕模仿翻 flyback 嘅一個大概嘅感覺啦。咁亦都因為呢隻錶係電子嘅機芯嘅關係呢，令到個價錢呢就比較相宜啦。咁啊，等大家可以用一個相宜嘅價錢，就主要買翻當年嘅一個款式嘅一個復刻嘅感覺啦。咁其實呢 Matthew Tissot 呢都有推出機械嘅版本嘅。上年原來呢都有幫 AMWG 呢個 group 呢推出咗80隻限量手動機械嘅版本啦。咁但係已經賣晒啦。咁甚至乎其實佢哋亦都有出一個 flyback 嘅版本嘅。咁但係 flyback 呢亦都已經賣晒啦。咁原來 Type 20呢嗰個歷史其實仲有好多好多嘅，有興趣嘅朋友我諗呢自己可以再深究一下。咁呢度就唔講咁多啦。咁最尾一個問題啦，正如標題所講，咁究竟 Matthew Tissot 同寶璣係一個咩嘅關係呢？咁個故事大約就要由寶璣嘅某一代傳人講起。咁佢叫做 Louis 啦，咁我諗法文應該叫做 Louis 啦。咁大約喺19世紀初呢，佢已經好活躍喺航空發展入邊噶啦。咁當時嘅寶璣家族呢，甚至乎有做飛機嘅一個業務添㗎。咁長話短說啦，去到1950年左右呢，就接咗法國空軍嘅呢一個指示啦，生產 Type 20嘅手錶。軍方要得嘅個數量一定唔少啦，咁啊，但係個時間又肯定好少㗎，所以好多時呢，其實都要外援揾代工嘅。咁啊，依家嘅講法就等於判上判啦。而寶璣呢，亦都揾咗 Matthew Tissot 幫佢哋做一個代工㗎。咁啊，自此 Type XX 就成為咗 Breguet 寶璣啦一個舉足輕重嘅系列啦。咁一個少少嘅冷知識啦，咁點解有時叫 Type XX， 有時又叫 Type 20呢？咁聞說呢，就係當寶璣推出呢一個民用版本嘅時候呢，為咗同軍方嗰個有一個區分呢，但又想保留翻成個精髓嘅喎，咁好聰明咁啊，用上咗羅馬數字 XX 代表咗呢一個代替咗20啦。而寶璣呢，就喺2021年呢更加推出咗1001隻嘅 Type XX 復刻錶添嘅，復刻翻1950至到1960年間推出嘅一個款式啦，去參加 Only Watch 嘅一個慈善活動。咁同呢一隻嘅 Matthew Tissot 係咪好相似呢？而今日 Matthew Tissot 所推出嘅呢，又係復刻翻當年嗰個規格。咁所以你可以話呢，以一個相當親民嘅價錢就買到當年寶璣感覺嘅一個Pilot 手錶啦。咁而呢一隻呢，更加係為 AMWG 而出嘅版本啦，成個木盒呢，木製嘅錶盒呢都好精美嘅，印上咗 AMWG Edition 嘅。咁隨錶呢，附送多一條 Bund Strap 添嘅。咁其實 Bund Strap 呢都係源自於飛行錶嘅，嗰塊額外嘅底皮呢，並唔係 fashion 嚟㗎，而亦都唔係話設計師為做而做㗎，而係為咗分隔翻錶底嗰個金屬呢同皮膚個接觸嘅。因為飛行嗰陣時呢嘅嗰個氣温呢可以好低，因為太凍嘅金屬呢可能就會凍傷個皮膚啦。咁相反有時可能遇到一啲火災嘅時候呢，金屬嗰個傳熱亦都更加快啦。咁所以大家今日就會明白到呢一塊底皮嗰個作用啦。咁頭先都提過啦，呢一款係搭載咗一個 Mecha Quartz 嘅機芯啦，所以嗰個價錢就非常之相宜嘅。其實個定價都係2-3千蚊。如果大家有興趣去買呢一隻 AMWG 版本咁特別嘅版本呢，亦都可以去到以下嘅呢個網店去購買，輸入翻 promotional code CATA20呢，就更加都會有一個8折嘅優惠噶啦。咁啊，折完大約其實只係2500蚊左右噶啦，就可以買到一隻咁充滿住歷史背景，而呢個設計呢，我覺得係幾經典永恆嘅一個款式嚟嘅。
咁今日個介紹就到呢度先。未訂閱 Watch Catalog 嘅朋友呢，記得訂閱啦。咁啊，Watch Catalog 其實係一個以多角度去介紹鐘錶文化啦，不分平貴，只要係有趣好玩嘅話呢，一樣都會介紹嘅。同時大家可以 join 埋 AMWG 嘅 Facebook group 啦，同其他嘅錶 group 好唔同嘅。咁我都想有朝一日呢，會有牌子推出 Watch Catalog 嘅特別版，亦都希望你認識到Matthew Tissot 呢個牌子同 Type 20嘅一啲歷史背景。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